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35岁的林小勇在丰瑞科技已经工作了6年。他性格内敛，不善言辞，在公司年会上从不主动上台表演，也不善于在领导面前展示自己。他像一台精密而安静的机器，默默地完成着自己的工作，解决着一个又一个难题。同事们私下称他为万能钥匙，因为公司里几乎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。然而在人事档案里，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技术支持专员。那天早晨与往常没什么不同，林小勇准时到达公司，刷卡、电梯，走向自己的工位。不同的是，电梯里的气氛比平时更加沉闷。没有人讨论昨晚的综艺节目或者新上映的电影。听说了吗？今天要开全员大会。程序员小张凑过来，压低声音说。林小勇点点头，听说了，我表哥在人力资源部，昨晚他告诉我。小张左右看了看，确定没人注意他们，要裁员25%。林小勇的手指在键盘上停顿了一下，然后继续敲打着代码。早晚的事，上午10点，全公司员工被召集到3楼的大会议室。平时宽敞的会议室今天显得异常拥挤，有人靠墙站着，有人坐在地上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息。高董，一个50多岁的男人，西装笔挺，表情严肃地站在台上，他身边站着人力资源总监孙主管，一个表情永远像是在参加葬礼的中年女性。各位早上好，高董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。我想大家应该都猜到了，今天叫大家来是要宣布一个不太好的消息。会议室里的窃窃私语立刻停止了，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高董。由于市场环境变化，公司业务战略调整，我们必须进行一次人员优化。高董顿了顿，裁员比例为25%。尽管很多人已经有所预料，但当这个数字被正式宣布出来时，会议室里还是爆发出一阵低声的惊呼和议论。请大家保持冷静。高董抬手示意大家安静。公司会按照劳动法规定给予被裁员工合理的补偿。人力资源部会在今天下午开始通知相关员工，希望大家理解，这是公司不得已的选择。我们会留下最精英的人才，优化人员结构，共同度过这段困难时期。林小勇安静地听完，没有表情变化。他转头看了看身边的同事，有人在悄悄抹眼泪，有人紧张地咬着指甲，有人低头看手机，急切地更新简历。回到工位后，林小勇打开电脑，开始整理自己负责的5个部门的交接文档。虽然没有任何明确的迹象表明他会被裁，但多年的职场经验告诉他，做最坏的打算永远不会错。中午吃饭时，林小勇发现自己的直属上司郑经理对他的态度明显冷淡。平时总会询问工作进展的郑经理今天一言不发，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没给他。林工，下午有空吗？2点来我办公室一趟。临走时，郑经理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平静得不自然。林小勇点点头，好的，郑经理。他知道，这就是所谓的约谈了。下午约谈前，林小勇拨通了妻子苏小梅的电话。喂，小勇，怎么这时候打电话？苏小梅的声音里带着些许担忧。没什么，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。林小勇站在公司楼下的小花园里，望着远处高楼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还行，就是胎动有点频繁，医生说是正常的。
苏小梅已经怀孕5个月了，肚子明显隆起，正打算辞职在家安心养胎。林小勇沉默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没有提裁员的事。晚上早点回来，给你买些水果。对了，我妈说这周末要过来看看我们。好，我周末请假陪你们。林小勇停顿了一下，公司最近有点忙，晚上可能要加班，你别等我吃饭。挂了电话，林小勇在花园的长椅上坐了下来。他想到了刚给父母在老家付完首付的房子，每月要还的贷款，想到了刚买不久的新车，还在分期付款，想到了怀孕的妻子即将到来的产检费用，未来的教育费用。如果今天被裁，这一切将变得多么困难。6年前刚入职时，林小勇只是负责一个小系统的维护，因为工作认真，思维缜密，他逐渐被分配了更多的任务。2年前，公司进行了一次系统重组，5个核心部门的系统整合由他负责。从那时起，他实际上成了这5个部门的协调者和技术支柱，但他的职位和薪水却没有相应提升。同事们遇到问题都会来找他，部门经理们开会也总要请他参加，但在公司的组织架构图上，他仍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方框。林小勇曾想过提出调整职位的要求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。他不擅长争取，也不愿意让人觉得他是在邀功。也许这次被裁也是一个转机。林小勇自嘲地笑了笑，看了看手表，起身走向公司大楼。林小勇，我们谈谈吧。孙主管坐在会议室的一端，面前放着一叠文件，表情严肃。郑经理坐在旁边，目光游移，不肯正视林小勇的眼睛。林小勇镇定地坐下。孙主管，郑经理，根据公司的战略调整，我们决定优化一些岗位。孙主管的声音平稳而冷静，仿佛在朗读一份早已排练好的稿子。很遗憾，你的岗位在此次优化范围内。尽管早有预感，这句话还是像一把刀刺进林小勇的胸口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保持着表面的平静。我明白了，这是解除劳动合同的文件，还有补偿方案。孙主管推过来一叠纸，按照劳动法规定，你将获得 N+1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，请你看一下，如果没问题，就在这里签字。林小勇低头翻阅文件，思绪却飘到了远方。6年的时光，无数个加班的夜晚，解决过的种种难题，帮助过的同事，这一切就这样结束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孙主管看他许久没有动笔，问道。林小勇回过神来，拿起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没有问题，你的工作到今天结束，请在下午6点前清理个人物品，离开公司。孙主管的语气没有丝毫波动。公司卡、门禁卡和其他公司财产请交给行政部门。我知道了。林小勇站起身，看向郑经理，交接工作怎么安排？郑经理终于抬起头，但眼神依然飘忽。你准备一份文档，发给我就行。好的。林小勇点点头，转身离开了会议室，回到工位。林小勇静静地坐了一会儿，然后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。桌上的相框里面是去年春节和妻子的合影，抽屉里的茶杯是公司3周年庆时发的纪念品，书架上的技术书籍有些已经泛黄。有同事走过来，拍拍他的肩膀。林哥，听说了，太遗憾了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林小勇摇摇头，谢谢，我自己来吧。真不敢相信他们会裁你。同事压低声音，你知道吗？
据说这次裁员名单是郑经理重点推荐的，他好像要把自己的一个朋友塞进来。林小勇没有回应，只是继续整理着自己的物品。6年的记忆被装进一个纸箱，竟然如此轻便。林小勇抱着箱子，最后环顾了一圈自己的工位，然后转身向电梯走去。在经过行政部门办理离职手续时，小李递给他一份文件：“林哥，这是离职证明和工资结算单，请签收。”林小勇签完字，小李欲言又止：“林哥，你是最不应该被裁的人，公司这次太糊涂了，工作而已，没什么。”林小勇淡然一笑，照顾好自己，抱着纸箱。林小勇走出公司大门，初夏的阳光照在脸上，有些刺眼。他站在大楼前，回头看了一眼这座他工作了6年的地方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林小勇刚走到写字楼大堂，准备去地下车库取车，一个穿着正装的年轻女孩突然拦住了他：“林工，林工，请等一下。”林小勇停下脚步，认出这是高董的助理张雅。“张助理，有事吗？”张雅气喘吁吁地说：“高董要见你，现在，马上，我已经办完离职手续了。”林小勇平静地说：“我知道，但这是紧急情况。”张雅焦急地看着他：“公司出了大问题，5个核心部门的系统同时崩溃。高董召集了紧急会议，点名要你参加。”林小勇愣住了，系统崩溃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清楚具体情况，只知道很严重。会议室里乱成一锅粥，各部门经理都在互相指责。张雅边说边拉着他往电梯方向走：“快点，高董急疯了。”林小勇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跟着张雅上了电梯。电梯快速上升，张雅焦虑地看着楼层数字不断变化。什么时候开始出问题的？林小勇问道。大约半小时前，先是客服系统出现故障，然后是产品管理平台，接着是营销系统、技术开发平台和运营数据中心全部瘫痪。张雅解释道：“正好是你办完离职手续的时候。”林小勇皱起眉头，这5个系统正是他负责协调的部分，他们之间有复杂的数据交互和依赖关系，如果处理不当，确实可能导致连锁反应。电梯门打开，张雅带着林小勇快步走向最大的会议室，推开门，里面的场景令人震惊，20多个部门经理和技术人员挤在一起。有人在电脑前急切地敲打键盘，有人大声争吵，有人焦虑地打电话。高董站在会议室中央，脸色铁青。看到林小勇进来，高董立刻挥手示意大家安静，都别吵了，林工来了。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转头看向林小勇，目光中充满期待和疑惑。林小勇抱着装满个人物品的纸箱，站在门口，感到有些尴尬。高董好，把箱子放一边，先来看看这个问题。高董急切地说：“5个核心系统全部崩溃，客户数据无法访问，线上业务完全中断，损失正在以每分钟10万计算。”林小勇放下纸箱，走到中央的电脑前。技术总监急忙让出位置：“林工，您看看吧，我们试了各种方法都没用。”林小勇坐下，快速浏览屏幕上的错误信息和日志。这些系统的架构都是他设计的，他比任何人都熟悉他们的内部运作机制。看起来是数据同步出了问题。林小勇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移动。谁动了中央配置文件？会议室里一片沉默，没有人回答。3天前有一次系统更新，
修改了权限设置。林小勇继续查看日志，但没有更新关联系统的配置，导致今天数据同步失败，触发了安全机制，系统全面锁定。高董皱眉看向技术部负责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有按照流程操作？技术部负责人支支吾吾，我们按照郑经理的指示进行的更新。所有人的目光转向郑经理，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我们只是按照计划进行常规更新，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。林小勇没有参与这场讨论，他专注于解决问题，手指在键盘上不停地敲打。10分钟后，他终于抬起头，重置完成，系统正在重新初始化。还需要10分钟左右恢复正常。会议室里爆发出一阵欢呼，许多人拍起手来。高董松了一口气，走到林小勇身边：“林工，非常感谢，你简直是救了公司一命。”林小勇淡淡地说：“这是我设计的系统，我了解它的运作方式。”高董突然想起什么，表情变得严肃：“对了，我刚才听说你被裁员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会议室再次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屏息等待答案。林小勇平静地回答：“是的，下午我被通知解除劳动合同，刚办完离职手续。”高董的表情变得难以置信：“什么？谁做的决定？”孙主管站出来解释：“是按照部门优化名单执行的。”郑经理提交的裁员建议里有林小勇。高董的脸色变得铁青，转向郑经理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郑经理脸上的汗珠明显可见。“高董，我只是根据岗位实际需求进行调整。”林小勇的技术支持专员岗位在新的组织架构中确实打住！高董怒喝一声。林小勇到底在公司负责什么工作？郑经理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高董转向林小勇：“林工，你能告诉我你在公司具体负责什么工作吗？”林小勇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平静地回答：“我负责协调管理市场、产品、技术、客服和运营这5个部门的系统和流程。”高董的表情变得震惊：“你说什么？你管几个部门？”“5个。”林小勇的语气依然平静。会议室里一片死寂，高董的脸色变得苍白。他转向孙主管：“他在人事系统里是什么职位？”孙主管翻看平板电脑：“技术支持专员，普通员工级别。”高董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会议室里的人都被吓了一跳。荒谬，完全荒谬！一个管理5个核心部门的人，在系统里只是一个普通技术支持专员。他转向郑经理，目光如刀：“你明知道他负责这么重要的工作，还把他列入裁员名单。”郑经理的脸色煞白，说不出话来。“高董，我想我可以解释一下。”市场部门的刘经理站起来说：“林小勇虽然名义上是技术支持，但实际上一直是我们部门系统的主要维护者和改进者。我们有任何技术问题，都是直接找他解决的。”不只是市场部，客服部的吴经理也站起来：“我们客服系统的整合和升级都是林小勇一手完成的。他对业务流程的理解比我们还透彻。”一个接一个，5个部门的负责人都站出来，证实林小勇在各自部门中扮演的关键角色。高董的表情从震惊到愤怒，最后变成了深深的懊悔。他走到林小勇面前：“林工，我代表公司向你道歉，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，我们完全不知道你负责这么多关键工作。”林小勇淡然一笑：“没关系，这也许是我的问题。
我应该更主动地展示自己的工作。高董摇摇头，不，这是公司管理的问题。我们没有建立合适的评估机制，没有正确认识员工的实际贡献。他转向郑经理，眼神冰冷。至于有人故意隐瞒，甚至打压关键人才，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。郑经理低着头，不敢直视高董的眼睛。高董转身面向所有人，我宣布撤销对林小勇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。同时，鉴于林小勇的实际工作内容和对公司的重要贡献，任命他为公司技术协调中心主任，直接向我汇报。会议室里爆发出一阵掌声。高董接着说，另外，郑经理因为工作严重失职，从即日起降为普通员工，调离现部门。孙主管，请人力资源部立即重新评估此次裁员名单，确保不再出现类似错误。孙主管点点头，表情尴尬。是，高董。系统完全恢复后，高董邀请林小勇到办公室详谈。林工，请坐。高董亲自给林小勇倒了杯茶。今天的事情让我深受震动，我没想到公司内部的信息竟然这么不透明，以至于一个对公司至关重要的人才差点被我们亲手裁掉。林小勇接过茶杯，高董言重了，我只是做了自己的工作。不，你做的远不只是自己的工作。高董摇摇头，从各部门经理的反馈来看，你实际上是公司最核心的技术协调人，是连接各个部门的关键枢纽。离开了你，这些系统可能会陷入混乱，就像今天发生的那样。林小勇沉默片刻，我一直认为把工作做好比争取职位和头衔更重要，这种精神非常可贵，但也导致了你的价值被严重低估。高董直视林小勇的眼睛，公司需要建立更公平、更透明的评估机制，让每个人的贡献都被看见。而你，林工，也需要学会适当展示自己的价值。过度低调有时也是一种不负责任，它可能导致资源错配，就像今天我们差点犯下的错误。林小勇点点头，我明白了，高董，这次经历对我也是一个警醒。那么，你愿意接受新的职位吗？技术协调中心主任，负责统筹公司各部门的系统整合和技术协调，薪资待遇会有相应提升。林小勇思考了片刻，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，不过我有一个请求。请说。我想建立一个更透明的工作评估体系，确保每个员工的贡献都能被正确认识，不再有像我这样被埋没的情况。高董微笑着点头，这正是我想听到的。公司需要像你这样既有专业能力，又有管理视野的人才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将直接参与公司的管理决策。当天晚上，林小勇比平时晚了2个小时回家。苏小梅已经准备好了晚餐，正在客厅等他。今天怎么这么晚？苏小梅担忧地问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林小勇脱下外套，在沙发上坐下。今天发生了很多事，他把这一天的经历从头到尾讲给妻子听，从裁员通知到收拾物品离开，再到突发系统故障，最后是出乎意料的职位提升。苏小梅听完，又惊又喜，这简直像电影情节一样。早上还要被裁员，晚上就成了高管。林小勇苦笑着摇摇头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。这提醒我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，都不能只顾低头前行，有时也需要抬头看看周围，让别人了解你的价值。苏小梅握住丈夫的手，我一直都知道你的价值，
我相信公司现在也知道了。林小勇点点头，突然想到什么。对了，你之前说想辞职在家安心养胎，现在还要辞吗？苏小梅笑了，我再考虑考虑吧。既然你现在是大主管了，也许我可以多坚持一段时间。不，家庭同样重要。林小勇认真地说，工作能力被认可是一回事，但我不想因此忽视了你和孩子。你的健康和孩子的平安比什么都重要。苏小梅靠在丈夫肩上，这才是我认识的林小勇，永远把家人放在第一位。1年后的丰瑞科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在林小勇主导下建立的技术协调中心成为公司的核心部门，5个主要业务线的系统实现了无缝整合，运营效率提高了 30%。更重要的是，公司建立了全新的人才评估体系，确保每个员工的实际贡献都能被准确认识和合理奖励。那次几乎铸成大错的裁员事件，成为公司文化转型的起点，从注重表面功绩到重视实际贡献，从强调个人表现到鼓励团队协作。林小勇的办公室里摆着一张全家福，照片中他抱着刚满3个月的女儿，苏小梅站在旁边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有人敲门，高董走了进来。林主任，新的季度报告出来了，业绩增长 22%， 创历史新高，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林小勇谦虚地说。高董看了看桌上的全家福，微笑道，家里还好吧？很好，女儿很健康，妻子下个月准备重返工作岗位。那很好。高董顿了顿，有时候我想，如果那天你真的离开了公司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林小勇摇摇头，可能我在另一家公司继续做一名默默无闻的技术支持专员吧，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损失。高董真诚地说，有时候命运就掌握在一个简单的问题和回答中，记得吗？当我问你管几个部门，你回答5个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我们差点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。林小勇笑了，是啊，人生有时就是这么奇妙，一个简单的数字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。不，高董摇摇头，改变你命运的不是那个数字，而是你多年来默默付出的实力和能力。数字只是让真相浮出水面，真正的能力终究会被看见。林小勇看向窗外，阳光照进来，温暖而明亮。他想起1年前那个差点成为失业者的下午，心中不禁感慨万千。从绝望到希望，从被忽视到被重视，这段经历让他明白，做好自己的同时，也要让世界看到你的价值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沉默不一定是金，真正的能力需要适当的展示，才能绽放出应有的光彩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